當你還在熬夜睡不着覺時，不妨刷上一集解壓助眠的《荒野建造》，看完保證你能美美進入夢鄉。趕緊拿好你電量76%左右的手機，左腳輕輕搭在右膝上，調整至最舒適的姿勢，開啟今晚的睡眠之旅。四海為家的王德發依然四海為家，這天又來到扭曲叢林下溜達。山澗下的巨石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俯下身子仔細的勘察，內部空間十分的開闊，還有天然形成的石床，簡直就是難得的風濕寶地。於是德發便決定在此安家落戶。卸下行囊之後，立即開始着手清理石縫間堆積的枯葉。雖然现在看起來地勢並不平坦，但好在周邊有用不完的石塊，這便是天然的免費建材市場。只見德發收集了很多扁平的石塊，沿着邊緣先壘砌出一道基牆，接着用石頭將內部給填滿，上面再用石板鋪設平整，就得到了平坦的地基。緊接着德發掏出羊角錘，將石床上方突出的岩石給敲掉，從而拓寬整個內部的空间。為了方便後續的搭建工作，還需要制作一個搬運建材的工具。只見德發走進叢林便開始收集藤蔓，僅一會兒的功夫就得到了2大捆，接着再拿來加工好的竹篾作為龍骨，然後就可以用藤蔓交叉纏繞進行編織。就這娴熟的手法，堪比村口的二大爺。很快一個精緻的藤框就做好了。緊接着德發還給竹筐安排上了雙肩背帶，這樣一來搬運建材時就能輕鬆許多。在野外這種隆起的小土堆就是最好的搭建材料。加入適量的山泉水攪拌均匀，就得到了42號野生混凝土。只見德發熟練地將粘土塗抹在石床的四周，將床的面積拓寬到合適的大小。由於巨石下方縫隙較多，為了防止蛇蟲鼠蟻藏匿在裡面，德發繼續用粘土將扁平的石板粘貼上去。就這貼磚手法簡直堪比專業泥瓦匠。由於這裡比較潮濕，為了隔絕濕氣，德發先給石床抹上厚厚的一層粘土，而後再用收集來的竹竿有序地鋪設在上面，中空的竹子就能起到很好的隔潮作用。完事後，德發再次鑽進叢林，挑選了幾根筆直的樹幹給砍斷，而後刮掉表層的樹皮。緊接着對着樹幹全方位無死角的一頓敲打，直到樹皮與樹幹完全分離，這樣就能獲取一張非常完整的樹皮。樹皮經過剛才的敲打，此時也變得柔軟且富有韌性。接着德發又繼續如法炮製，很快就收集了滿滿一背篓，帶回去晾乾之後，晚上睡覺就能鋪在竹竿上充當天然的床墊。由於野外晝夜溫差大，一個溫暖的壁爐必不可少。德發仔細勘察後發現，在最內側的岩壁下方有個天然凹槽，只需從上方給挖開就能得到排煙口。說幹就幹，經過定位之後，德發便掄起鏟子開始挖掘。不一會兒便將頂部給挖通，看來這小子在勘測方面還真有2把刷子。接下來就可以用石塊和粘土修砌壁爐。隨着底座開始成型，在繼續向上搭建之前，他還先用木棍構建出一個簡易的標杆，這樣搭建出來的壁爐就不會歪斜。由於壁爐的位置並不在煙口的正下方，為了確保能夠讓煙順利排出，德發又動起了歪腦筋。只見他繼續找來藤條和竹篾開始編織，很快就編織出一個拐來拐去的排煙管道。安裝上去之後簡直不要太完美，他一手抹着泥漿，一手扶着管道，確保每一個接口都嚴絲合縫。完事之後就可以拿來柴火點燃，隨着火苗緩緩竄起，煙順着排煙管道緩緩排出，整個岩洞瞬間暖意融融。在野外想要吃上一口熱乎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只見德發拿來竹子和藤條，3下5除2就制作出了一個捕獵裝置，只要獵物經過觸發機關，就能將其給牢牢夾住。緊接着德發找到一處隱秘的位置，將捕獵裝置小心翼翼地安置在地面，然後用樹葉將裝置周邊掩蓋得毫無破綻，再放上一些野果作為誘餌，剩下的就只需等待獵物上鈎。在等待的過程中，德發也沒有閒着，發現了一旁有幾棵野生芭蕉樹，他大刀一揮，整棵樹便應聲倒下。雖然果實還沒有成熟，但是嫩白的芭蕉心也是可以直接食用，清脆的口感帶着一絲清甜。簡單的墊墊肚子之後，德發便起身去查看捕獵裝置，竟然還真讓他逮住了一只肥美的山雞。德發立即給它寬衣沐浴，然後放入砂鍋中，再加入一些未斷生的芭蕉作為調料，就可以架在壁爐內慢慢燉煮。隨着暮色漸漸籠罩山谷，德發將晾乾的樹皮給收了回來，鋪設在竹床上。晚上睡覺就不用擔心被寒氣侵襲。此時美味的燉雞也正式出爐，香濃的肉香混着芭蕉的清甜在岩洞中彌漫開來。德發撕下一隻大雞腿就美滋滋地啃了起來。吃飽喝足後便躺在床上睡了過去。由於沒來得及修葺圍牆，一晚上他也沒休息好，
第二天一早便開始着手修砌圍牆的工作，同樣是用石塊和粘土砌出圓弧形的牆體。隨着牆體達到半人的高度，德發還在一旁預留出一個圓形窗框，緊接着又拿來竹條凹出門洞的支撐，這樣就可以放心大膽地開始修砌門洞的造型。隨着牆體達到預定高度，內部還要抹上粘土精裝修。要想生活過得去，頭上必須帶點綠，所以在密封屋頂時，他選擇使用茅草屋的搭建方式。首先找來原木架在上面，構建出屋頂的框架，然後用麻繩將茅草捆綁在竹篾上。等所有材料準備好之後，便可以一層层鋪設在屋頂框架上，確保每一片茅草都緊密排列，不留空隙。為了夜裡能睡個安穩覺，還需要安裝好門板。只見德發先在竹子上加工好孔洞，而後就可以拿來木棍將其串聯起來，兩端再敲入竹釘固定好，一個結實耐用的竹制門板就制作完成了。為了安裝上去能達到严絲合縫的效果，還需要根據門框的弧度堆門板进行精準裁切。將門板用藤條固定好之後，現在他的新家就算搭建完成了。为了住得更加舒適一些，德發還在四周種上一排綠植，就這依山傍水的居所，不僅可以隨時游泳，還能實現釣魚自由。隨着夜幕降臨，微風輕拂，聽着潺潺流水聲，伴着蟲鳴鳥叫，吃着肥美的烤魚，簡直不要太美。